新架一路，野马分鬃。上势前招后招。好，合右胯，身法右螺旋，推捧左掌，领右手手腕。先松合，抱住螺旋，领左手逆缠外捧，领右膝。下沉开右步，先走后弧，穿掌，随后螺旋领腕外捧。好，放松下沉，两手顺势相合，先走后弧，上提肘，托掌发力。好，当走后弧，重心右移，下合掌，螺旋发力。好，再走后弧，两手立圆上领，坐胯摆脚，领手提膝。好，开步。重复，先走后弧，顺势前穿，再走螺旋领腕外捧，放松下合，上捧掌，托掌发力，后弧转腰螺旋下捧发力，胸腰折叠下捋，涌动螺旋发力。好，换方向。后招，放松，抱球螺旋，领膝上提手，开步，先后弧，再螺旋，下接手，后弧发力，下合掌，螺旋发力，上领手，坐胯摆脚，提膝，开步，先后弧，穿掌螺旋转腰外捧，下合掌，上托发力，下领掌，胸腰折叠，推掌外捧。好，收。好，同学们，野马分鬃的动作细节，它是发力特别多，然后再加上很多的这个螺旋和以身带手的细节。那么我们来先看第一个。当前招后招结束以后，注意看，咱后招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后撑下坐对撑掌外捧的相合对拉劲，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注意啊，就是右胯在这个时候做完后招，它是上下折叠，所以有的同学会在前招后招衔接野马分鬃的时候有问题，说老师，那这个后招下沉做到这儿以后，我胯已经合住了，我没法再向右螺旋了。是可以的啊，咱们是上下折叠，所以左右还是有螺旋的。那么当我们后招做完以后，稍微一合右胯，注意重心还在左腿，千万不要把重心形成前移。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像咱们刚才练前招后招这个领腕的动作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在虚步的前提下，形成了一个高身法的，以身体中线螺旋为轴，带动左手右手抱球画圆的一个动作，看非常明显。先向右合，推捧左掌领右腕，随后中线左转，合左胯，抱球领掌提膝。这个时候两手的位置，左手合于左膝上方，右手合在右侧胯间啊，千万不要一上来它拖到右膝上，你这样这个动作非常不好看啊。先产生螺旋的合劲儿，在胯间相合，或者说有的同学说老师，我能不能在中线相合也是可以的，只不过这样子的话走动作会有点夹，一般的话都是似松非松，将斩不斩，合到胯根这个角度就差不多了。随后合于胯根以后呢，顺势领右膝，先记住这个地方，每一次的提膝开步的身法要先下沉，然后再想开步。新架一路的野马分鬃做出来非常漂亮，为啥同学们做的不好看？就是因为一开步野马分鬃推掌穿掌，开步穿掌推掌，这个时候那个身法的重心没有后弧了，没有后弧就相当没有什么运动了，没有腰上和螺旋的运动了。那么在这个细节上看推完掌以后，你看身法右转螺旋抱球领手提膝，好，先下沉开步，这个时候你看手还是在胯间相合啊。到位以后，大家注意看这个细节啊，左手它不像老架一样会下压，右手上穿逆缠外捧，
而是左手合在左膝上方。注意看这个细节啊，右手在当走后弧的时候，在以肩带手向前穿。当我们的手穿到什么高度呢？穿到发七留三的这种高度，或者是说在鼻前鼻尖前方的高度。随后，注意看这儿啊，后弧走出来了，大螺旋练出来，该什么了？小螺旋，然后再顺势相合外蓬，右手合于右膝上方。这个动作从正面看，因为很多同学在练的时候都是穿或者是穿直接平推，别这么走啊！你看，先走后弧，再走螺旋，知道了吧？这样的话，整个身法是非常饱满的，包括从背后看，看好，先走穿，在大螺旋上有穿，再走小螺旋有领，然后向外膨胀。这是一个细节。然后第二个，大家注意看，右手穿蓬螺旋的时候，左手它也没闲着呀。左手虽然一直合在右膝上方，但是随着咱的重心移动，左手会怎么样？它一直要合在右膝上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随着重心的右移，你看左肩会不断的把左手延长，看到没？会随着重心移动的时候，让左手合在左膝的上方不动。随重心的移动，慢慢把手臂拉长，拉长以后，你看再螺旋顺势领右手手腕，转的过程当中还不把左手带过去。有的同学一转，把手都直接带过来了，别带过来以后，把身展开外蓬，把动作做舒展大方一些。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左手和右手一个是动，一个是静一定要把这个静下来的手反反复复的多去琢磨它和身体当中的一些关系。看不管怎么去动，左手的高低和上下是不变的。这是咱们常说的，就跟跳霹雳舞似的，你把这个左手的感觉悬在这个位置就行了。右手记住一句话，大螺旋是穿，小螺旋是合，才能有这种感觉要不然很多同学一穿掌直接就把手戳到膝盖上方了。这是野马分鬃的第一步。那同理，到另一边了，不管咱们中间转换动作是啥，我们是不是一样？提左膝，左手上领，左手合于胯根，后弧穿掌开步，然后再相同的方式把右手打开，穿掌相合。那重点核心是在哪？是在这3、4个发力左边俩，右边仨然后这2个发力呢，又和右边2个发力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得看怎么发。其实它和咱们眼手拱拳的发力方式是一样的，先慢动作穿完掌以后，你看先放松下颌，放松下颌的时候，注意看这个位置不要把重心领回来再放松下颌了，直接怎么样？松合右胯，当胯螺旋下沉，把这个右胯相合，左胯上下折叠，带动2手，右手逆缠，左手顺缠，顺势捧在右膝上方和身前中线，走后弧，这个时候大家注意看慢动作，左手逆缠上领腕外蓬，右手顺缠上捧掌，合于中线。这个地方的动作看好怎么去发力先走大螺旋，咱讲过大螺旋是蹬哪边腿身法往哪边转，是不是？所以合到这儿以后，你看蓄力，2手其实还在向外推捧，没变的到位以后左胯也打开了，实在不会了，咱做这个动作之前做几个架臂转腰把腰上的这个劲儿领出来，然后只管让它做向上捧向上托就可以了。来连一起，后弧定点发力。其实这个没有啥特别难的点儿，但是需要大家去掌握发力时的技巧，就像咱眼手拱拳一样，不是说蹬腿崩胯发力是核心点，而是重心移动的时候，大小螺旋得分清。大螺旋是让你干嘛的？它还是在蓄劲儿，通过小螺旋腰当胯的力量来把这个力带出来。那在这儿其实是一样的，你走大螺旋，2手在外捧，他走完后弧，2手还是在外捧，大螺旋出去了，然后小螺旋一带就把劲儿抖出来了。那同理，同学们，你看下个发力，大螺旋，你看2手往右走了没有？没有，很多同学急他还是你看直接走后弧，2手还在向左捧，
到位以后，你看右手逆缠，左手顺缠，它就像刚才咱们零手下合的劲儿是一样的。哎，先走大螺旋到位了，小螺旋下膨胀，螺旋转腰发力，力就出来了。其实它跟这个动作就是咱穿完掌这个动作的力差不多吧，只不过一个慢，一个加快了。所以在这儿跟大家说过啊，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能发力，但是你只要找到大小螺旋，这发力都不是问题啊。它只不过在这儿去将发力的身法给你演绎出来了。太极拳的任何的动作都可以发力，只不过咱不是那样去练，明白吧？要快慢相间。那同学们看一下，当最后相合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右手合于右膝上方，左手合于身前中线，和刚才下合接手的动作是相同的，没有任何区别。那到这儿大家再看一次啊，你看他刚才这样发力，然后又这样发力，他后边又接了个什么？哎，又先走后弧大螺旋，小螺旋上领，好，到位，坐胯摆脚，领手提膝。你说这个过程，它是不是就是在不断的将前蓬后捋这个劲儿给你打出来？你看，慢慢去品味的话，太极拳当中的一些细节和规律，你就发现了前蓬后捋的运化，它就能从这些动作体会出来啊。然后当我们到这边了，你看领手摆脚提膝，再去开步，是不是一样的要求？先下沉再开步，到位以后，你看先走大螺旋，右手定住高度。定住髋，然后再走小螺旋，把手领开。同样的动作，先放松下合，顺势外蓬。好，大螺旋转腰，大膨胀托掌，大螺旋向后捋，小螺旋膨胀推掌，一模一样的动作，它都是在让大家去强调什么？大小螺旋之间的变化和切换。那最后我们需要从背面看一下，最后这个力怎么去发。最后的这个力，当我们到这儿以后呢，看好，先后移重心，看也是当走后弧，当走后弧，你看双手，左手顺缠，右手逆缠，右手往中线相合，左手往左胯间相合。好，蹬地，胸腰折叠，翻掌外蓬。这个左手的手势跟咱们前面学的三换掌这些动作，只要带有胸腰折叠的翻蓬，一样的动作，包括左右擦脚，一样的翻蓬。看，从背后看一下，下捋相合，好走。它的区别就在于啥啊？就在于我们是站着下捋翻胸腰折叠，还是弓步下捋翻胸腰折叠。手型的动作都一样，那胸腰折叠的要求和力量的运化，它们之间的技巧一样不一样？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弓步啊，加一个什么后捋，然后折叠，往前送就可以了，就这个细节。但是呢，这儿啊需要跟大家说，虽然它是之前重复咱们练过很多次的折叠外蓬，咱不在这个地方做强调，要在前面那个地方做强调。有些同学为了去体验那个咱们课上讲的新架一路，喜欢利用劲力回弹的方式来去发力，就是这样，哒哒，就是身上那种像皮筋一样，瞬间出瞬间回，同时能打2个发力的那种细节。这个地方呢，大家不要去刻意的去找这个，因为有些人在练拳的时候他急呀，他太极不能急呀，他膨到这儿以后，你看，你看哒哒就让来回上膨下按。没有螺旋，就光顾着手啊，光顾着手，你管它，就不管什么螺旋也不去做了，就只管是手打出去。你觉得这个动作还有劲力没有？那就是完全靠胳膊在抖劲儿嘛，是吧？就在颤抖胳膊。所以从这个地方的细节，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大小螺旋之间的切换要把它做充分。大螺旋在移重心的时候，它还是蓄力的过程，不要在蹬腿的一瞬间把力发出来。这样的话，小度不光用不上力，还容易拧膝跪腿。这就是咱的新架一路野马分鬃，大家常练啊。